阿父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，阿父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北京很苦啊，要记得多穿衣。福华，你有个好女儿。阿福，我为您准备了一件礼物。这是用来垂肩的，您看，就像这个。若我能抛开这颗心，你可愿再一次练习？阿福明白，这是瑶瑶的一片孝心。我的瑶瑶今天好美啊！阿福，若是后女儿不在，你一定要保重好身体。傻孩子，你哭什么呢？阿福也没哭，反正日后我们会再见嘛，对不对？是阿福对不起你，让你受到了谢家的拖累。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这辈子会活得自在些。阿父莫要这样说，能成为谢家的女儿，我很幸福。阿木，吉时已到。阿父，瑶瑶，阿父来接你回城。大人，郡主要女郎走。多事。我不会跟你走，我不嫁萧无疑，我要跟阿茂一起离开。奉陛下谕，朕闻悉长沙王谋逆逼宫，手足相残，痛心不已。幸齐王姬敏体察报之，与靖安王府萧世子入宫平叛，朕心甚慰。陛下醒了？什么时候醒的？陛下又谕，朕体弱多病，齐王李茂锐明聪哲，身效朕功，特命入主东宫，代理监国。陛下人呢？监国之事何其重大，怎可如此草率？太后，圣上说母后的心意朕都知晓，只是天下之事只可顺势而为，外力强求反而不美。陛下可知，放了萧无疑就是放虎归山，我不惜脏了自己的手也要除掉萧无疑，这不仅是为了陛下，也是为大业永除后患。陛下这是在做什么？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大业如今不能没有萧无疑。今夜长沙王谋逆逼宫，齐王与萧世子一起平叛，殿下感念齐王忠勇可嘉，已将齐王殿下立为监国了。不可能！圣旨已下，殿下与平宁县主已入东宫，而你夭夭，你今夜必须嫁入靖安王府。齐王，
接旨吧。你想保萧无一和太后共存，想保北府兵与李氏江山共存，那么今日朕无论下什么旨意，你都愿意和萧无一无论祸福，生死共担吗？他还在等你。来，无一，你今晚真的要？你考虑清楚，这只要是结了，你这辈子都离不开健康宫了。无论今天谁输谁赢，都将是一场天下大乱。无一，我从小经历战乱，我知道那是怎样的地狱。女郎，快走！快走！瑶瑶，听阿父的话嘛。阿父，女儿快跑！女儿快跑！铁甲鱼，要不要听阿父的话？你别杀他！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。怎么鞋掉了？来，阿父帮你穿上。新娘子还是得漂漂亮亮的，我以为阿父是受天下人敬仰的君子，我从未见过你杀人。为何要这么做？不哭啊，瑶瑶，你该长大了。长大后学到第一件事就是身不由己。阿茂如此，你也是如此。我以为阿父是最爱我的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装着重要和更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你必须嫁给萧无一。是为了谢家吗？带走。阿父，告诉我原因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嫁给萧无一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会更幸福。我要知道。为了阿茂，晋安王府执掌20万北府军，雄心勃勃，随时能够改朝换代。可为何他们还没这么做？就是因为还有像我谢氏这样的世家支持着殿下，或者说支持着李氏宗室。所以即便是萧家登上帝位，那江山也坐不稳。可是阿父本就不想与萧氏为伍，我这个时候逃婚，与他撕破脸面，这样岂不是更好？或许之前能那么做，可如今监国是阿茂啊。晋安王府若有一心，身为监国的阿茂，他绝无活路。为了阿茂，为了谢氏，你必须当这颗棋子。阿父，我好像都不认识你了。因为你该长大了。老夫
已将家瑜带回。老夫恭贺萧世子为枉死的战士讨回公道，这出空城计唱得漂亮，老夫佩服。太傅何意？不妨直说。老王爷带回的北府军至多不过1万人，今夜若真和晋军打起来，胜负尚未可知。老夫猜得没错吧？一之说，今夜他也是太傅送回的宫。太傅从未打算要放他们走吧？如今皇室衰微，陛下多病，太后擅专昏懦，我南叶已在危巢倾覆之际。既然没有绝对的赢家，那还不如两全，立齐王为监国。这对萧世子，对天下来说，不好吗？太傅培养一之多年，就是为了今日。在齐王身上，老夫看到了希望。那令爱呢？全城的人都说太傅最宠女儿，而我却觉得太傅的心太狠。你拆散一之和令爱，不就是想让我和一之之间埋下一颗猜疑的种子吗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，这桩婚事明明是你自己向太后求的，不是吗？至于舍弃家瑜，那也是齐王自己选的，你们怪不了任何人呐。是，但我替他们感到难过。我为天下，问心无愧。从今夜起，一之便是监国，而谢家瑜是我的世子侧妃，还望太傅到此为止。可如今监国是阿茂啊！晋安王府若有一心，身为监国的阿茂，他绝无活路。为了阿茂，为了谢氏，你必须当这颗棋子。夫人还没睡呀？今夜京城风大雨大，谢大人，路可还好走？哪有什么风和雨啊？方才的确是下了点小雨，雨停了，雨过天晴。夭夭呢？今日是夭夭的大婚之夜，他自然就在晋安王府了。不过若是夫人想他，3日后回门便能再见到他了。你杀了我派去保护夭夭的暗卫。我听不懂夫人在说什么。好，那我换个大人能听懂的。大人的儿子当上了监国，大人可心满意足了。我口渴，我先去倒杯茶。谢大人，你与先帝安贵嫔的私生子那个叫李茂的，终于被你推上了监国之位，苦心多年，今夜事成。大人还满意否？夭夭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要帮萧无疑改制军械？那阿父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3万北府兵，3万条人命。阿父是故意让人来找我设计莲花弩的吧？
我曾见到过那个自称萧胜的男人，出入过阿福的书房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这的确说明不了什么，但我心中却已明白，阿福当初为何鼓励我设计连环弩。我甚至将连环弩的缺陷都告诉了您。没过多久，那个自称萧胜的人就来找妙手公子买连环弩。阿福，您敢说这些都与您无关？这3口是感谢阿福阿母养育之恩。若阿福只牺牲我一人，我也能理解。您只是立场不同，舍弃了我。但阿福如今所为，实难称为世家典范、君子风度。那你要如何？你要揭发你阿父？大婚之夜你让我做的事情，我一件都做不到，更不会做。连环弩造下了人命差。若有一日，北府将士要来向我讨还，因为我是阿父的女儿，得阿父养育至今，所以我自当替父以命还报，不敢有冤。但这天下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我自己去看。这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我自己选。阿茂也一样。阿木恕罪，这顿归宁宴，瑶瑶实在吃不下。告辞。夫人，趁热吃。这的确像是母后的手笔。谢亲，母后以妙手公子打击萧无一在军中的势力，牵累令爱。若萧无一真的对令爱下手，你可怨太后。太后制约北府兵之心，并没有错。罢了，母后要权，萧无一要北伐。你要世家之命，百官要他们的乌纱帽、礼帽。礼帽要什么朕不在乎，你们在朕面前耍尽心机手段，朕也都不在乎了。朕横竖也就还剩这1、2年的光景，能撑便为你们撑着，撑不住倒下来，这天下便随你们闹去吧。朕累了，退下吧。臣领旨。谢亲，礼貌是你举荐的，重情重义，既是他的优点，亦是缺点。萧无一对他有救命之恩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沦为萧无一的傀儡。朕不想去了地下，无颜面对列祖列宗，说朕选了一个亡国之君。如今我虽给了他监国之尊，但倘若他不能令朕满意，朕也不会立他为储。
太傅明白。陛下放心，萧无一与齐王这盘棋的棋眼便是小女佳瑜。齐王仁善，但再仁善之人，心有不足便会生欲。这世间最能激起人心欲望的，便是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人与自己渐行渐远，却无能为力。你把亲生女儿送进靖安王府，算计的就是李茂的野心。陛下英明，太傅果真是我大业的忠臣。看见了吗？这才是你的老师，真正的三朝元老谢太傅。你想要走，走得了吗？我们不过都是这些老家伙手中的棋。难得的闲情逸致，又要来这儿啊？田产、铺子、账目，都在这里。从前我郡主府带来的，和你谢氏所有的，都已分割清楚。我带了夫人最爱吃的饵饼，那摊主老李说啊，日常琐事我也与管家交代清楚，你便把这和离书收下吧。我不同意。谢大人，你又何必惺惺作态呢？夫人，好歹我们都是20年夫妻，20年的夫妻，你却从未爱过我。你谢大人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将人心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你知我投鼠忌器，若揭发李茂身世，他身死，家瑜必会痛苦，所以你便有恃无恐。你知我脾气，也知一旦东窗事发，我必然是这个态度，可你依然要做。你既已做出抉择，那这也是我的决定。时至今日，我已不是在同你商量。我们还有家瑜啊！你算计他入靖安王府，算计他用连环弩谋害北府军师，你可还记得她是你的女儿？也对，她并非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可你到底宠了她这么多年，她也喊了你这么多年的阿父。夫人，我也是无可奈何啊。我所做的已是大局之下最好的选择。你为一己私欲害死保家卫国的3万将士，这是你最好的选择。那个曾经克己丰功、为天下学子所追随的谢大人，竟成了当初自己最不耻的模样。你不要家瑜，我要。若你对我、对家瑜还有半分愧疚，就签了这和离书。从此我们与你再无干系，日后无论你事成事败，家瑜都只是我云昭郡主的女儿，你不可再逼家瑜为你行事，否则我也不介意鱼死网破。去哪儿呢？健康不是上京，没有郡主府。山高水长，云昭日后归处，与谢大人再无干系。谢怀归，我没后悔过，望你日后也不要为今日后悔。谢怀归，夫妻20余载，最后也容我算计你一回吧。想让李茂当皇帝，门儿都没有。大业立国100余年，
文熙帝后谋图改革，却触动世家利益。北秦趁机南下，世家隔岸观火。御驾亲征的文熙帝战死沙场，身怀6甲的文熙皇后命宗室与世家南渡，自己却独留上京与北秦兵马周旋，最终葬身火海。死前留下却鼓出天下定的遗言。你来晚了，刚得知兄长死讯，我就赶来了。让你找的人如何了？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只是20几年过去了，不知如今还有几人活着。一会儿我们把今日带来的药材都送给他们吧。我去那边看看。老师，为师让你们闭门读书，莫论国事，那你们呢？把为师的话听到哪里去了？何谈之事莫要掺和。为师年纪大了，能护你们的日子不多了，你们就莫要再不知天高地厚的生事端了，行吗？老师，并非学生不知天高地厚，实在是那北秦人欺人太甚。我等读圣贤书，岂能做事？今日之喜，非为生事，乃为醒民。还有那萧无一，身为北府统帅，为了和谈就如此的为敌弃民，简直奇耻大辱。好了，你阿母可有给你消息？阿母不该在家吗？瑶瑶，我可是你阿父，我知道你从小就不会说谎。你阿母跟我和离，她不会不告诉你的。阿母的确留书相告，她说这些年被困在健康宫太夫府，她过得很不快乐。如今我也嫁人了，她终于可以随心而为，过她自己想要的日子。阿母也说了，和离是她与你的事情，她依然是我阿母，你也依然是我阿父。阿母言尽于此。就算我知道她去了哪里，我也不可能告诉你。阿父若无他事，瑶瑶便回了。这次和谈，由北秦官员提出，要遣宗室女和亲北秦。瑶瑶认为，如今健康宗室，谁最适合？李乐君，你们要宋乐君去和亲？不是我们，是萧无一。你看他如今的形势，就知道他一定会让和谈成功的，无论代价是什么。那日在城门之外铁笼之中，南叶宗室的惨状风状人人皆知。你并不会想让平宁县主遭此劫难，对吧？若你想护他，阿父倒是可以帮得上忙。代价呢？阿父，你又想让我为你做什么？和谈可以成，但萧无一必须输。输？这位便是太傅想见的我朝太后。太后终于以真面目示人了。没法子，已经被你们的萧世子看穿了，再藏也就没意思了。太后玉体欠安，还亲自来主持和谈，为母不易啊。大限将至，总有些身后事要亲自做。吾此行，一来
会我的一位故人，二来则是为谢太傅。谢太傅不是一直想知道，当年安陆二世通敌，于吾北秦右贤王，木莲一门合谋自立的血案真相吗？当年吾尚未入宫，有些事要查可不容易。不过吾倒是愿意与谢太傅合作。方才太后不是说自己大限将至吗？死了，便不能合作了。非也，有些事只有吾死了，才能与太傅合作。老师，殿下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诺。老师，殿下在试婚服啊？这2天累了，改天再试。不试也无妨。这是崔家开私矿，引起北府军中怪病。萧世子已上奏，县尉杨章乃人证，证据确凿，与崔氏立婚约不过是阻止县主和亲的手段。棋子有时候就跟一件衣服一样，用完了穿过了，该扔就得扔。崔氏覆灭就在这几日。可崔氏乃大业第一世家呀，那是过去。老夫绝不会允许又一个崔氏女成为大业未来的皇后。行，崔父，我亲自去封。哎，太后不会允许你调动禁军的。凭这个，殿下就想让我以世子妃之名调令晋安王府不取？是，也有人在朝堂之上以北府诅咒之名弹劾无疑，更何况无疑已入灵风铺，这一局你死我活。太后掌控之下，禁军非我可控，但是今夜我必须要拿下崔府。可若找不到崔氏私矿的证据，你这是拉着晋安王府一道死。只能赌一把。萧无一也在赌。人，我可以借给你。萧家大兄，臣不敢。臣相信，无一不会看错人。他认可殿下为主君，臣就相信，殿下与无一，与萧氏一心。这些部曲，就借给你了。若有负，我领一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，我与世子妃牌令诏令尔等，跟随殿下秘密查封健康崔府，一切行动听从齐王殿下号令。诺。殿下，令牌交给你，从此刻起，这些部曲就归你号令。谨遵殿下号令。启禀家主，如您所料。齐王殿下已经拿到晋安王府部曲，赶往崔氏。看来
健康经验又会不太平喽。家主，聘礼现在拿出来，会不会有些晚啊？今夜过后，崔氏与齐王必将水火不容啊！这些是给齐王备的聘礼，谁说是给崔氏的？22年了，崔俊藏得这么深。放心吧，他们都跟着呢。哥哥，我们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死士。哥哥，你必须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死士，不属于任何人，是属于你的。乐君，你害怕吗？哥哥，建安王府有的，其他氏族也会有。如今禁军战力羸弱，否则当时长沙王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攻破宫门。我们当真？既要入棋局，就不能再做棋子。放心吧，乐君，我在学着如何做一个执棋者，这一生再也不受任何人的摆布。只是今夜，还是交给建安王府的人出手，更合时宜罢了。今日引崔氏入局，以萧无一和北府君为饵，只不过是想看得崔氏是否会自掘坟墓罢了。齐王，怎么是你？没什么事，只是想到前几次来崔府，心中都不太爽利，如今想把这口气出了，所以我来了。崔氏与齐王两家结成姻亲之好，如今你冒夜查抄我崔府，就不怕婚事过程被天下人耻笑吗？若殿下，崔氏煽动北府诅咒，意欲破坏改制，其心可诛。即刻扣押崔府上下一干人等，无论死活，都不许踏出崔府半步。哥，证据呢？证据？那就得看看今夜在崔府能够搜出什么。很多年前我就想这么做了，可惜呀，让你多活了10几年。太傅漏夜前来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吧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听过却骨令吗？却骨出，天下定。大业人谁没有听过这样的传言？这是百姓心中的寄托。如果文熙皇后真有却骨令流传于世呢？而云昭身为其闺中密友，崔俊身为其兄，他们二人最有可能成为文熙皇后托付信任之人。即便这却骨令确有其事，可北秦人当年早就将文熙太子斩草除根，他们那群人空有却骨令，却没有文熙太子，对我哥哥根本就造不成威胁。
贤忠，若我告诉你，你哥哥根本不是大叶血脉的。太傅慎言。云昭早就怀疑齐王的身世，他此番去瓜州，恐怕就是要用自己手上的却骨令，去号令其他持令之人，重新扶持立业宗室。怎么可能？我哥哥他怎么可能？你此番去瓜州，名义上是去迎亲，实际上是要配合萧世子捉拿崔氏。记住，除了剿灭崔氏之外，绝对不能让却骨令落入萧无一的手上，绝对不能让云昭毁了齐王的未来。阿兄，衣服缝好了，你有时间了就试一下。柳君，把这个带上。这香囊还是当年阿娘亲手为你缝的。听说瓜州怪病肆虐，里边有匕首莲，有驱毒之效。此巫既是阿娘所做，想必能护你一路平安。哥哥真是傻子，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药效早就没了。哥哥就是哥哥，我所认识的哥哥，就是和我一起相依为命的李梦。什么？兄长放心，臣妹此行定不负兄长所托，捉拿崔氏归案，平安归来。云老，郡主走得如此突然，这丧礼该如何办呢？按理说，太傅与郡主已经和离，郡主应该去郡主府听灵。可郡主封地云郡早已沦落北秦之手，使一直是谣风。健康也从未重见过云昭郡主府。那我们该去何处听灵呢？静安王府吗？日后瑶瑶就每天都黏着你，永远不分开。世子，是齐王和太傅。瑶瑶，乐君呢？乐君在后面的马车里，他与阿木一起追下山崖，现在还重伤未醒。快速回宫，宣太医。怎么会是平宁仙主和云昭一起掉下山的？阿父，是我的错。原本是我与乐君一起同城，但是因我身子不适，需要卧躺，这才换了马车。是因为马匹受惊，车子摔下山崖去了。阿父，太傅，郡主之死，非家语所愿，亦与他无关。如何与他无关？啊？谁让你跟云昭换马车的？如果没换，
的就是你。怎么会是元昭？谢氏上下人等听令，谢家瑜不过一介养女，并非我与郡主亲生。从今往后，谢氏不认此女，不许此女再踏入谢府半步。来人，在。把郡主的棺椁请回家。诺。宗典族谱上，云昭此生都是我谢怀贵的妻子，不曾合理，不曾合理。我接妻子回家，可你们谁敢拦我？太傅，萧无意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有些话要和阿某说。是时候去接阿母了。南星，帮我梳妆更衣吧。这些年，谢氏成了郡主多少恩情。我的善济堂也是靠郡主多年的资助才能开得下去。这些佛经是善济堂这几日妇孺们亲自抄写，一起献给郡主。谢教。平宁县主到。见过县主。乐君与哥哥自有孤苦，幸有郡主照拂，此恩难报。乐君已请旨前来为郡主复灵。见过太傅。县主有伤在身，实在是有心了。时辰到，启灵，摔瓦。慢着！阿父，我还在，怎么能让堂兄来摔盆，再让外人来扶灵？乐君与我阿母一同摔下悬崖，竟好得如此之快，可见福泽深厚啊！瑶瑶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拉住郡主。当日我动作若是快些就好了。瑶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这都过了头七了，这几日也不见你跪灵。是我不让他来的。我上次应该说得很清楚，不许你踏进谢府半步。诸位或许有所不知，我阿母已与阿父和离。按照我阿母的意愿，定是不愿入谢氏祖坟。
故而今日，我来带他走。放肆！佳玉丫头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阿发姆怎么可能和离？我手中有2封信，这一封是我阿母离开健康时写给我的。他说他已经和阿父和离，想要出去散散心，游历这天下。第2封是阿母在灵风铺时写给阿父的。这些是郡主的遗物。只可惜还没来得及寄出，就已经出事了。阿父，你要看看吗？我不必看。我和你阿母的婚事乃皇家赐婚，所以若无宗正稽核、内廷允准，你的和离书根本就毫无功用啊！趁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我就再说一遍：谢家瑜并非我与云昭亲生。怎么不知道？他只是云昭捡回来的孤儿罢了，被云昭当猫儿狗儿养了10几年而已。所以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做我谢氏和云昭的主？别再耽误时辰了。晋安王府是养了一群土匪吗？跑到我谢氏的灵堂上来抢光果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太傅，今日谢家瑜的话，便如军令，还望太傅听家瑜把话说完。崔俊南北秦暗探，阿母被其控制后，本有机会逃脱，但他听崔俊提起了安禄之案，为了从崔俊口中探出安禄之案的真相，阿母不惜与他周旋，差点脱不了身。阿母知道安禄之案乃你此生心结，不解开难释怀，所以他宁愿以身冒险，也想为你求一个真相。阿母曾经以为你的执念都是错的，后来才知他也错了。现在真相就在我手里。瑶瑶，别！太傅，我说了，今日请听谢家瑜把话说完。阿父，我阿母是被人害死的，您敢让我去查，到底是谁害了我阿母吗？谢家瑜，你还真有脸说这话！明明是马匹受惊，你阿母才意外坠马，但要不是你跟他换马车，出意外的本该就是你，还有什么好查的呢？我明白了，阿父不想查，我自己查，还我阿母一个公道。我再问阿父，若我要以安禄之案还我阿母，阿父还还是不还？不，你这……阿父，还还是不还？不，别！若安禄之案有真相可言，那就是国事啊！你岂能凭一己之私毁家国大事呢？是吗？那阿父，当日连环弩之案，你难道没有为一己之私毁家国大事？不可妄言，你阿父和连环弩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不是妄言？阿父心里最清楚。我是不是真的想鱼死网破？阿父心里也清楚。阿母同我讲了你们过去的故事。既然您心中另有所爱，既然连开始都是错的，那您为什么不肯放阿母一个自由？
从上京到健康，困于国王，困于朝廷之人太多，阿母已经去了，我只想为他还一个身后自在。我对云昭之爱，岂是你，岂是任何人能懂？当年是他自己选择了错误的开始，既然错，那就只能错到底。那是他欠我的。哎，我换。阿母说的没错，任何事情都抵不过安禄之爱在阿父心中的分量。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那就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我阿母早已写下和离书，阿父今日也同意了。从此，云昭郡主与谢氏再无瓜葛，一别两宽。就算你今日带走云昭，吾陛下太后解除此婚，她离父华，永远都是我的妻子，她的魂魄永远都离不开谢氏祠堂。这就不劳阿父操心了。阿父，这也是我最后还您一声阿父。往事如尘，皆过客。落子无悔，就余得。岁月轮廓已斑驳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若宿命的过，何来对与错？世人皆不过为这年而活，爱恨难断，如风沙雨过，乱箭是非终究不可说，此生在世间皆为因果。或许情默不必再执着，心为枷锁，无念变挣脱，又何须戳破那万因果？因为对安禄二世心怀成见，不曾真正听过你的心声，以为那只是你的执念。我从来坚信是你辜负我，却没想我也一样辜负了你。我怀疑早在25年前，真正的崔俊就已经被杀，后来活着的是北秦暗探。那么当年由他揭发的安禄罪案，也许另有隐情。他如今不肯开口，但我把人带回了健康。不论是否能对安禄正名，至少这一次，我站在你这边。你我夫妻一场，愿日后恩怨两消。你也不要再困于从前。隔着音乐，任天地都毁灭，是再见你一面。太傅，我告诉你，李茂的身世，我是为了提醒你局势，不是为了让你身
我的妻子。真正认不清此事的人是你。文熙太子根本没有死，他们手中哪有制毒令？说什么？若是让郡主活着回来，我哥哥根本不可能有活路。我能这么做？所有可能危害到他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太傅，哥哥，走吧。父亲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论人前人后，换我老师便好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冒这一身血肉，都是父亲所赐。若不是父亲当年在健康收我为学生，悉心教导，茂也绝无今日际遇。此心此志，亦离不开父亲栽培，茂不敢不敬。好儿子。不愧是我谢家的儿郎。这几年你做得很好，借改制，动了盐铁，清了河道，百姓会记住你，拥戴你。可这场改制，终究是因萧无一而起。若你想成为这天下真正的主人，就得把挡在你前面的人，像这尘土般一一的清扫掉。上河坊3项人去镂空，太傅捏造罪名，将浴血沙场的北府统帅栽赃诬陷成一个通敌叛国之人，午夜梦回，当真不觉得良心难安？夭夭有心了，良心难安。我不过是做了他当年做过的事。你是说，靖安王陷害安禄二世？他明知安禄内情有冤，却隐瞒不报，跟陷害有何差别？还有萧无一，他既然是文熙太子，自然要为他的父母所犯下的罪孽赎罪。夭夭，炮制一场冤案，对别人来说或许不公，但是对于萧氏，对于文熙太子而言，那是天意，天理循环，是报应。阿父，安禄二世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便如今日萧氏所经历的一样。女郎怎么知道太傅书房内的机关呢？又是贪玩，也是无意中发现此处机关。女郎知道盒子里装着什么？不知道，但必定是对太傅鼎鼎重要之物。齐州、青州，还有泸州。你们去哪儿了？世子出事后，我和青龙奉命去泸州找人。谁？秦王殿下的养母，卢王氏。本来此人一直在世子的控制中，不知何时被人毒杀，我们还是去晚了一步。又是晚了一步。其实郡主也曾派我去过这3个地方，找过这位卢王氏，就在齐王
被封监国不久，也是因为如此，我才没有随郡主一起去灵风浦。阿母让你去做什么？调查齐王的身世。为了阿茂，为了谢氏，你必须当这颗棋子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乐君为何要杀我阿母，我阿父和阿母为何在我成婚后和离，阿母为何一直不同意阿茂与我在一起，我全都明白了。为何要放掉萧无一？你这，哎呀，这是扳倒晋安王府、收回北府兵权的唯一机会啊！你难道不想为自己的亲生母亲报仇了吗？若非萧居隐瞒不报，安陆二世岂会被冤枉覆灭？谢家瑜拿来了您和齐王府乳母的书信，以公开我的身份作为要挟，要我放了萧无义。您说是该放，还是不该放了？那日他特意来找我，竟是为此。哦，对，柳昭琳投案自首了。他不敢多言。是，他也畏罪自尽了。廷尉还去了上河坊3巷查封，还想抓住那些曾经帮过柳昭琳伪造贪墨账簿的学子们，可惜晚了一步。还有，父亲，孤只有一位母亲，那就是齐王妃。当年是齐王妃用她的命换了孤与妹妹的命，孤从未有过第二位母亲。她的仇是您的心结，不是我的。快！柳昭琳死前可有说自己受何人指使的吗？无人。这柳昭琳本姓裴，与靖安王府前世子妃何元姬青梅竹马。这何氏嫁入了靖安王府之后，她呀因爱而不得，所以心生怨恨，蓄意陷害，更是收买了这上河坊3巷的学子，和他一起伪造着贪墨的证据。这事发败落，他就自强谢罪，还萧家一个清白。倒是个君子。是你？从我入狱的那一刻，就让我想起了当年流传在上京后宫中的一段旧事。当太傅在以粮道坍塌之罪欲置我靖安王府全族灭门，就更印证了我的猜测。当初太傅和安贵嫔的传闻是真的。你明知道那是个冤案，这还是把2大世家数百口性命送上刑场。我如今这么做，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。当年世家独大，上欺皇权，下压百姓，以致民不聊生，各地义军纷纷举旗。那你们就可以不论黑白枉杀性命吗？安陆从未叛国。平宁县卓潜伏上京，以获实证。当年安陆之案，你明知实情，但并未上报。你呀，你萧菊，你这靖安王府的爵位，可是呸，踩着我世家的血得来的。我承认，我并不无辜，但为了寒门，为了文熙帝后，更为了大业，我必须破釜沉舟。而太傅你，身为世家清流之首，你我的立场不同，但若论枉死，
那些冤死在安陆两大世家刀下的寒门，又该向谁喊冤呢？若当年安陆两大世家兼修合道，真是罪有应得的话，那如今粮道坍塌，你敢说逍遥他真的毫无过失？他真的是冤枉的吗？啊，贪污走私或许是冤案，但粮道坍塌却未必。我没想过你会帮我。我想，阿母也应该会愿意我这么做。是，我也没想过萧无一竟然能够做到大义灭亲，为安陆翻案，甚至告诉全天下的人文熙太子已死，而断了自己的后路。看来他是真的不在乎。这天下万民祈求的，只有和平安乐。谁在乎那玉座是金子做的，还是铜做的？萧无一想要打造的那个大业，我愿意期待，也愿意帮他实现。瑶瑶，阿父王，阿父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。阿父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北京寒苦啊，要记得多穿衣。你有个好女儿。来人，有人吗？奇怪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母妃，蕊生阿紫，父王，父王不会又是去喝酒博戏了吧？齐王殿下有请世子妃移步太傅府。瑶瑶，一会儿见到太傅别哭，他虽有旁心，但好歹也养育你18载，人死过乡，就别记恨他了。一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了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。
这是夭夭亲手为阿父打磨的黑玉扳指，送给阿父当成生辰礼。怎么样，阿父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太好看了。阿父会时时刻刻的带着，时时刻刻的想着我的夭夭。好。那是太远，重逢你的那天，我怕你会忘却。我不怕身万劫，只怕你会走远。我离开你世界，只剩永远。哪怕心跳终会力竭，誓死甘愿。我只盼这人间成全你我的缘，隔着永远人天。礼记玉草篇有云：生荣静，头荣直，气荣肃。你凯记得何意？君子行止，言语当沉稳，行坐当昂首挺胸。阿父，女儿方才失礼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这辈子会过得自在些。阿父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已经准备支持归降了吗？这究竟是谁干的？小菊，什么？不可能！廷尉和百姓亲眼所见，人也是当场拿货的。殿下，你来说。是殿下，世子妃，臣今日听闻有人在太傅府闹事，遂前往，正遇到靖安王在太傅府行凶。什么人？靖安王！见人便说，整条街的百姓皆可作证，行凶之人正是靖安王萧驹。突然，一辆晚车将逃亡的靖安王撞飞，这才将其拿下。这不合乎常理。若父王知我阿父与柳昭琳合谋，想要寻机报复，他不应该选在青天白日，而且被人发现也不走小路，反而还要多砍几个人，这不是给自己找人证吗？臣也疑惑，直到臣在太傅怀中发现这个。这是父王当年写给文熙皇后的罪诏。这份罪诏落款是昭宁12年，也正是上京沦陷前夕。当年靖安王明知安禄二世蒙受冤屈，却将安禄200余口押上刑场，所以当王爷得知此表落入太傅手中，故而杀人灭口，倒也是说得通的。不对，我阿父早知安禄二世蒙冤，若他早知有此表，定不会沉默至今。上京沦陷，若此表没有毁于战火，那只能是落入北秦之。对，是北秦。廷尉，你当时目睹他开口说话了吗？并未。这就对了，因为口音会暴露身份。阿梦，你可还记得崔俊？那是北秦人的易容秘术，这些都是北秦人的阴谋。殿下，谁这么大胆子，敢绑本王？给我松绑！靖安王，你可有什么要说的？我伯息后回府路上，就被人偷袭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就到这里了。启禀殿下，安凤酒楼、老王庙、苏记胭脂铺等7处北秦暗探据点皆已勘察完毕，北秦暗探行事如常，未有任何异动，无人撤离。若此事真为北秦暗探所为，按理来说，无论事成是败，都应该立即撤离，但他们不走。如若不是真的毫不知情，难道等着被翼王打尽吗？
晋安王，你说遭人偷袭，可有人证？应该没有。我去博戏都是背着我夫人去的，这家瑜知道啊。那么这罪诏所记又是否属实呢？当年为了压制世家，臣确实没有揭露冤情。既然安陆二世冤案已经平反，来人，在，将晋安王府上下通通拘押，并立刻派人前往颍州捉拿逍遥，就地卸职。诺。殿下，秘密拘押。殿下，这萧无一尚未巡查返回，不可让他提前觉察，以免逃脱。将世子妃请入宫，带走。